大家好，我是老头。今天我们来聊聊绕月飞行。很多人到现在还以为美国重返月球没有重大突破，毕竟在几十年前已经有阿波罗登月，并且这次只是绕月飞行，没有更大的突破。今天这期视频将分解这次绕月飞行计划背后深层次的动力。1969年，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达成了上述目标，尼尔·阿姆斯特朗成为第一个踏足月球表面的人类。而1969年的登月计划是向全世界最粗暴地展示美国科技水平的方式。而这次绕月飞行计划并非简单的秀肌肉，绕月飞行，也就是阿尔忒弥斯计划，要证明的是另一件更具远瞻性的事情：抢先战、抢先建基地、抢先立下规矩。和阿波罗计划对比，半个世纪前人类是去月球插旗，而今天各国盯上的是月球的资源、轨道、规则，还有未来战争的制高点。这一期我们不聊那些能把人听睡着的火箭参数，我们要聊的是另一层东西：为什么月球是下一场大国科技博弈的前线？先说一个大部分人没分清楚的事情：中国的神舟载人航天和空间站是属于近地轨道技术，而登月计划和阿尔忒弥斯计划是属于深空航天技术。如果你觉得把人送上空间站和把人送去月球都是载人航天，差别不大，实际天差地别。因为一个真的在地上，一个真的在天上。近地轨道是什么？是离地面400公里左右。想象一下，开车4小时就到了。换句话说，近地轨道还属于地球的范围，但月球不一样。月球离地球平均38万公里，这中间是一个真正的死亡地带，并且完全脱离地球的重力管辖。这个死亡地带辐射更强，通讯有延迟，回来的时候还得接近第二宇宙速度，一头撞进大气层。第二宇宙速度约等于4.03万公里每小时，这是一个玩命的数字。那种返回不叫回来，那叫拿命去蹭地球的大气层。隔热盾只要有一点点问题，整个飞船就会像流星一样直接烧成一团火。所以阿尔忒弥斯2号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绕月一圈，而是它已经替人类重新验证了一件事：人类还能不能重新把人稳定、持续、可重复地送进深空。这是它和阿波罗计划的最大区别。阿波罗计划是一次性的，阿尔忒弥斯计划是可持续重复的。总结一下，近地轨道的能力只能证明你走到地球的门口，而深空能力证明你有资格去地球之外的能力。阿波罗时代，美国的玩法很简单，国家砸钱，国家硬推，国家秀出科技的肌肉。但现在美国换打法了，阿尔忒弥斯不再是那种纯举国烧钱的登月秀，而采用国家主导、商业承包、NASA 出标准、给订单、定目标、SpaceX、Blue Origin 这些公司下场造船、运货、抢合同。表面上看，这是在省钱、提效率、带动商业航天。这其实是在干一件更大的事：先把产业链做起来，再把航天的宇宙规则写进去，让月球及以更广的地球以外的商业活动取得合法性。月球旅行也许是马斯克下一个商业卖点，能带动经济的不是穷哈哈的底层人，而是有钱没地方花的顶级富豪。月球上有什么资源必须争夺？首先，焦点在月球南极。月球大部分地方的太阳能有个大毛病，大致是10几天地狱般白天，接着10几天黑夜，储能压力巨大。南极不一样，由于低太阳高度角和复杂地形，某些高地、坑岩、山脊能获得接近持续的照明。 NASA 的电力与表面运行研究材料，把南极一些坑掩盖扩为几乎连续光照，并给出南极全年约80%至90%日照的工程口径。还因为南极可能有水冰，而水不只是拿来喝的，水可以分解成氢和氧，直接变成火箭燃料。 NASA 在2024年10月已经把 Artemis 2的南极候选着陆区更新成了9个候选区域。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？水要是能在月球上稳定采水、制氧、制燃料，水就等于把月球变成了一个深空中转站。从那以后，月球就不只是月球了，它会变成通往火星、通往更远深空的加油站和前进基地。所以谁先登上月球，有实力在上面搞商业活动，谁就拥有月球的话语权，抗议也没用。难道
还能搞一队城管去管理月球的施工队？而月球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战略制高点，根据潮汐锁定原理，月球永远只有一面，面对地球。也就是说，月球像个监视器，永远盯着地球。地球有大气层保护，即便向地球发射大部分激光类武器都是穿不过大气层，但地球上的卫星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刚好就卡在大气层之外。现代战争最怕什么？不是没有炮，是突然看不见。导航靠卫星，预警靠卫星，侦察靠卫星，通信也靠卫星。今天任何一个大国，它在战场上之所以还能像个现代国家，靠的就是天上的那一层信息外壳。那如果月球上的系统不去硬打卫星外壳，而是专门针对卫星最脆弱的地方，光学镜头、红外探测器、敏感元件，事情就变味了。当然，现在没人公开承认会这么干，但只要未来月球真的变成大国长期经营的节点，这种推演就不可能没人去想。它不用把卫星炸碎，也不用制造一堆太空垃圾，它只需要一束控制得很好的定向能，让卫星失明。对于战场来说，这就是降维打击。这种科技手段的压制性是超越现代所有军事手段。当然，外空条约对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原则写得很正义和明确，应当用于和平目的。禁止在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、测试武器和进行军事演习。NASA 自己的阿尔忒弥斯协定也一直把和平目的、避免有害干扰、安全区协调放在明面上，而真正能阻止战争并带来和平的，从来不是口号，而是一旦秀出来，你就不敢打的高科技压制，足够让别人不敢乱动的能力。